家好，欢迎来到乐榜有料，我是你们的不正经。过去这一周，互联网依旧热闹，有台风席卷华东，也有陈佩斯温情邀老人看电影，有人在算结婚奖励的账，有人盯上了李嘉诚的大甩卖，还有新住持掌管少林寺，引发了无数的遐想。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本周的头条热榜 Top 10，看看到底哪些新闻最值得聊两句。第10名，复旦教授谈武大图书馆事件。复旦大学教授连峰公开评论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认为提告一方欺人太甚，校方处分不当。他呼吁大家别丢掉最基本的善良和常识。如果隔着裤子抓痒都是性骚扰，那我们又被裹上了时代的小脚。武大图书馆事件这场荒诞闹剧背后的法治与人性的拷问痛且深刻啊！当事恩方都遍体鳞伤，这场人祸到底谁来担责？2023年7月11号，大一男生肖某在图书馆自习，由于湿疹发作，一边学习一边把手伸进裤兜里来挠痒痒。他哪能想到，这么再正常不过的动作，在学姐杨某媛眼里成了性骚扰。为了锁定证据，杨某媛从当晚19点到20点10分拍下了4段视频，并威胁肖某道歉。面对气势汹汹的学姐，肖某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大一新生，稀里糊涂地写下了一纸道歉信，而这纸道歉信最终成了射向肖某自己的致命子弹。由于学校无法确定肖某性骚扰，2023年10月11号，维权未果的杨某媛选择网络曝光，一夜之间，肖某沦为全网口诛笔伐的变态。他的照片被恶意制作成了遗照，他的爷爷不堪网暴辱骂，当场晕倒，半年后离世。他本人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2天之后，武大给予肖某记过处分，但是几个月之后，肖某的母亲晒出就诊记录，声称孩子湿疹复发，隔着衣服抓痒，甚至事发前家人还在帮肖某买皮肤药。2024年6月，杨某媛起诉肖某性骚扰。2025年7月25号，法院判决肖某无性骚扰行为，杨某媛败诉。1、符合长期湿疹患者抓挠特征；2、图书馆座位是随机分配的；3、两人全程无交流啊。铁证如山，事件也是反转再反转，而每一次的反转都强烈刺激着舆论场，也让当事人遭受剧烈的回音震荡。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肖某和诬告他的杨某媛都是学法律的，而可悲的是，这样一座高等学府里，法律和法律精神在一个性骚扰的指控里被暴露的体无完肤啊！一个法学生的退让甚至是懦弱，助长了另一个法学生的疯狂。当法院判决之后，杨某媛不仅没有丝毫的悔意，还高调炫耀自己读博了，改走网暴路线，公开发帖要把他的材料寄给肖某将来申请的海外学校，让他考不了法考。这算什么？法律有利于我，我相信法律；法律不利于我，我就动用私刑，就是要把对方搞臭，搞得身败名裂，生不如死啊！退一万步讲，杀人不过头点地，都是法学生，进学和法考是关乎一辈子命运的事情。法院都还了肖某清白，杨某媛却依然下达了杀气腾腾的网络追杀令，哪有点同窗之情，还有一些起码的人性吗？这不是维权，这是要赶尽杀绝呀！很难想象，像这么心狠手辣的法学生，将来当了律师，到底是社会之福还是之害呢？当然，现在杨某媛也被舆论所反噬，数千名武大校友联名要求校方处理杨某。网友举报其硕士论文涉嫌造假，比如说虚构离婚法、数据篡改等等。香港浸会大学回应按程序处理。不过，作为事发地也是仲裁者之一的学校的表现确实让人失望。从一开始，学校并不支持性骚扰的定性，到突然处分的决定，看似是为了平息舆论、维护校园稳定，实则是和稀泥，牺牲了一个无辜学生的权益。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肖某的痛苦，也加剧了公众对学校的公正性的质疑。直到现在，学校也没有像当初那样顺势而为，第一时间撤销对肖某的处分，并给他道歉。
更没有对诬告者杨某元进行任何的追责。此刻的沉默震耳欲聋啊！更值得深思的是，当学校的处分与法院判决冲突时，谁来承担责任？当有人把法律异化为攻击他人的武器时，谁来维护正义？裤裆痒了就要挠，但学校之痒谁来挠呢？总之，这场长达2年的拉锯战没有赢家。武大图书馆案以司法证明而告终，但迟来的清白怎么疗愈终身的创伤呢？这事一出，网友直接两极分化，有人拍手称快，说终于有人敢说人话，也有人认为这样的发生太过于冒险。但无论立场如何，这件事提醒我们，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里，做人留一线是最朴素也最重要的底线。第9名，李嘉诚家族大甩卖大湾区400套房。李嘉诚家族旗下地产项目在大湾区集中推售400套房源，总价最低仅40万元起，吸引了大量的香港客户抢购。港人北上买房不是新鲜事，但这次李嘉诚的动作还是让人浮想联翩，是商业智慧还是撤退信号？网友一句话总结：李超人这波操作我信了。第8名，少林寺迎来了新主持应乐法师。释永信被调查后，少林寺迎来了新住持应乐法师，他低调务实，甚至会开掘挖机，被外界称为不一样的方丈。你是说这个脸上没有一点皱纹？少林寺新上任的应乐法师已经60岁了。应乐法师全名尹清泉，16岁便剃度出家，拥有佛学硕士学位。毕业后进入河南省佛教协会工作，受委派主持洛阳白马寺。期间寺庙里基本没有商业，寺里面有免费提供水和香，只有进门处有一间屋子卖些很便宜的手串纪念品。自己香挺香一板檀香也只20元。白马寺的和尚自己种庄稼，而且这些自耕自种的黄豆大都被送到了敬老院、孤儿院等，还有一些作为小包装礼物送给前来参观上香的游客。应乐法师还主张修复寺内的历史遗迹，其中印度佛殿被称为中印总理工程，成为国际佛教文化交流的标杆。而且白马寺一直以来都是35元的门票，35元就可以看到中印缅泰4种风格的建筑。在汶川地震、河南暴雨等灾害中，也组织僧团救援，捐赠物资超2000万。应乐法师以出世的心境做入世的事业，让千年古刹既守住了佛门清净，又收买了人间温情，这就是他年过60旬却依然眉眼清澈的原因。这位新住持一上任，网友就立 flag， 千万别吹过了头。应乐法师的低调和农残并重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但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千年古刹和现代商业化之间找到平衡。第7名，育儿补贴3600元新政出台。从2025年起，全国3岁以下婴幼儿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部分地区还会加码，最高能拿到上万元。网友一边感慨政策终于来了，一边冷笑，为了1万块生孩子，算了吧。政策是一点好事，但年轻人真正的焦虑并不是1-2万块钱能解决的。第6名，甘肃敦煌沙尘暴突袭，敦煌遭遇100米高的沙墙，宛如走进了末日的小说，游客惊呼：碟中谍原来是真实纪录片。人生第一次遇见沙尘暴，末日的感觉，跟拍电影一样。沙尘暴来得又猛又突然，但最暖心的是那位不收钱救人的热心司机。每次天灾面前，总有人站出来，让人重新相信人性。第5名，新人领证获1500元奖励。一对新人结婚领证，当天就收到民政局发放的1500元奖励，引发网友热议。我本来想着还要审批啥的，没想到速度这么快，立马就给了。刚填完，立马另一个手就给红包一包，说我们是1610多。网友直接开玩笑，每天结一次婚，离一次婚，1个月可以净赚3万。有些政策看着挺好，但实际执行的公平性、可持续性才是关键。第4名，结婚登记数再创新低。
民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结婚登记数为610.6万对，比上一年下降20.5%，离婚数也有351.3万对。2024年中国结婚登记610.6万对。民政部30号公布的2024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全国婚姻登记机构和场所共计4190个，其中婚姻登记机构1134个，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610.6万对，比上年下降20.5%，结婚率为4.3%，比上年下降1.1个千分点。依法办理离婚手续351.3万对，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262.2万对，法院判决调解离婚89.1万对，离婚率为2.5%。610万结婚，351万离婚，这比例让人唏嘘。网友总结得好，别劝了，年轻人不是不想结，是不敢结。第3名，陈佩斯邀60岁以上老人10元观影。陈佩斯发起了宁发场活动，60岁以上老人可10元观影。他写信感慨岁月匆匆，盼望老朋友走进影院重拾笑声。这封信看哭了无数人。陈佩斯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大家，欢乐从不老去，陪伴才最珍贵。第2名，国家首次大规模发放育儿补贴。中央定调，全国育儿补贴政策正式落地，涉及近1亿人，2800万家庭。今天，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公布，从2025年的1月1号起，无论1孩、2孩、3孩，每年均可领取3600元的补贴，直到年满3周岁。方案明确，育儿补贴应幼儿园的父母一方或者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儿户籍所在地申领，主要通过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线上申请，也可以线下申请。各省份结合实际来确定具体的发放时间。2025年1月1号前出生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也可享受政策，仍可按月数来折算领取的相应补贴。例如，2023年12月出生的婴儿，共计可领取24个月的补贴，即7200元。这不仅是一笔钱，更是一次信号，国家真的在想办法让年轻人敢生能养。不过，钱能发，压力要减，未来的配套政策才是关键。第1名，台风竹节草登陆我国。今年第8号台风竹节草携强降雨和狂风登陆华东。沿海地区海浪高达5.8米，多地内涝，交通中断。每年都有台风，但今年的竹节草的威力格外的猛。面对极端的天气，除了防灾救灾，更要意识到气候变化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影响我们的生活。以上就是本周的头条热榜 Top 10，哪条新闻最让你有共鸣？你怎么看李嘉诚甩卖、育儿补贴新政，还有陈佩斯的暖心邀请？欢迎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下周再见。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让更多人一起关注热点，发声有料。